松板豬肉大家都愛吃，但你知道不同的處理方式口感大不同嗎？今天帶各位探討一下各種松板豬的口感，哪一種是你最喜歡的？歡迎收看 Chris 餐，我是 Chris。松板豬在台灣也叫豬頸肉，但有趣的是你在英文的分類找不到準確的部位。一般在好市多看到的都是寫 pork jaw fillet 臉頰肉，而你如果搜尋 pork neck 卻出現梅花肉，這很正常，因為 neck 本來就屬於是 neck neck 本來就屬於肩胛肉 shoulder 的總稱之一，而松板豬則是歸納在 jaw 臉頰到下巴這個總稱裡面，加上國外通常沒有精修這塊部位單獨販售，所以看來看去也只能叫 pork jaw fillet。fillet 指的是有修輕過的，看起來比較高級。那台灣人就簡單多了，直接歸在肩胛肉，還有一個正式名稱叫雙醬頸肉 jail meat， 只是很少人在叫就是了啦。以上資訊由 CNC Butcher Shop 協助編輯。CC 是非常專業的豬肉鋪，在這裡可以買到品質優良的台灣本土黑毛豬哦。松板肉這個名字是起源於豬頸肉的特徵，外觀粉紅色，切開來斷面有密集的油脂以及結締組織，看起來像高級和牛一樣。而早期最著名的和牛產區為松板，所以聰明的台灣商人就給豬頸肉蹭了和牛的美名，叫它松板肉。一片松板肉大約6兩重，一頭豬也只有左右2片，相當稀少，所以也叫黃金6兩。於是松板肉這個商品在台灣打開了知名度，一下蹭和牛的名字，一下給它香精，久而久之，消費者也只知道松板肉，不知道正確部位很正常。以商業操作來說，我覺得很成功啦，但卻模糊了國人對飲食的正確認知。我還是會叫它松板豬或松板肉啦，畢竟從小到大，甚至進餐飲業都這樣叫，但至少不會直接叫它 Matsuzaka Pork， 那是我最後的道德底線。你們都習慣怎麼叫呢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重點是讓各位知道正確部位名稱就好，這樣下次才不會買錯鬧笑話。因為還有其他相似容易買錯的部位，這有機會再介紹。松板豬的結締組織會依受熱程度的收縮，讓整塊肉變得翹翹捲捲的。所以要讓它不會翹，最常見的做法之一就是在表面劃刀，直接把筋劃斷，看你怎麼翹。建議用斜刀的方式劃進去，比較好控制力量，不容易劃過頭。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專業的壓肉板，但我相信大部分家裡都沒有。由於結締組織煎了會收縮，但油脂要煎了才會香。所以怎麼做才是松板豬最佳的口感，就是我們今天的課題啦。既然紋路方向都明確了，那我們就像切牛排一樣，以正逆紋的方式下刀，大約與厚度等寬就好。另一個方式是斜切片，當然要斜切啦，因為它太薄了，斜切才能創造出更大的面積。這種斜切片也是火鍋店、燒烤店、熱炒店最常出現的規格。等一下我要做熱炒，中間對開改短一點比較合理，跟一般做熱炒的程序一樣哦。把肉片加入鹽、胡椒、米酒抓醃入味，太白粉就不用了。松板肉的油脂多不怕乾。我們先從正逆紋後切的煎一片試看看，把它當成煎牛排一樣從切面下鍋。雖然已經劃過刀，比較不會翹了，但較薄的末端也會因為還沒定型而開始捲曲，造成你表面的油脂很難煎到。所以不要攤平直接下鍋是相對比較好的方式，可以先把表面的油脂逼出來。缺點是翻面很吃技巧。所以通常也是在鐵板燒才會有這種操作，兩面煎完再攤開煎裡面，但不要煎太久。如果4個面都是用這麼劇烈的高溫受熱，那麼結締組織會過度收縮，造成口感比較韌。要繼續讓溫度往內傳遞的話，就得降低溫度。最簡單的就是關火來點醬汁，利用水分把鍋子的餘溫快速降下來，翻炒幾下很快就熟了。好了，逆紋切片組完成，再來是薄片熱炒組，跟一般炒肉片一樣哦，先從冷鍋冷油下鍋，再慢慢拉高溫度。這一步是要讓肉片炒到定型，不會粘黏。達到目的就起鍋，可以大火爆香，炒出香氣。肉片倒回來，轉小火開始調味，來點胡椒，來點醬汁。這是我上次做牛肉的紅酒版的黑滷，我在講什麼？就叫紅滷吧。調味這邊用小火或者關火就可以了。這裡用的是鑄鐵鍋，餘溫絕對是夠的。順便無情工商一下，這是我自己研發的克里斯珐琅鑄鐵生鍋，可煎可炒可燉煮。目前我的電商平台都有上架哦。好啦，熱炒版的完成。首先是第一個後切的版本，
煎了4個麵，最大程度的觸發了梅納反應，香氣是相當足夠的哦。加上厚度帶來的物理緩衝，最後關火加醬汁，用低溫收尾，所以口感上偏軟 Q， 帶點扎實感。缺點是很吃操作，弄不好容易翻車。第二個熱炒板，斜切大薄片，讓結締組織的受熱面積達到最大，在大火快炒下產生劇烈收縮，使肉片直立挺拔，極具張力，夾起來像我的為人一樣直挺挺的。而密布的油脂則產生了絕佳的潤滑及軟化作用，咬起來非常爽脆 Q 彈，不會乾柴。在火候控制得宜的情況下，兩種各有千秋，完美展現了松板肉的物理特性。那有沒有辦法讓肉又香又薄又嫩的方法呢？還是有的哦。這一次我們要整片煎，所以得把邊緣修整齊，那些太薄的、捲的、翹的，都會造成不佳的口感。這個帶點淤血的基因也修掉吧，不是不能吃，只是煎完比較黑。一樣在表面畫刀，撒上鹽胡椒，就跟平常做牛排一樣。砧板上遺漏的收乾淨，不要浪費。用手抓一抓，確保劃開的細縫都有吃到料。沒錯，又是巴薩米克與醬油的組合了。在上一集節目中，我們用它們來搭配紅酒，而這一次是蔓越莓。莓果類適合搭配油脂多、氣味比較重的肉類，比如說鵝肉、鴨肉或者豬肉，最好使用果乾，風味濃郁，適合做醬汁。這邊我買的是減糖版的蔓越莓乾，雖然說這個食譜也會加到糖，但至少你平常但是不會這麼甜，不然正常果乾的含糖量都是非常驚人的。至於蔓越莓乾的顏色，你會發現有一些比較健康的蔓越莓乾，通常長得不那麼賞心悅目哦。回頭看看大品牌的，哎呀，多漂亮！商品嘛，不過味道都是一樣的啦。如果今天是在餐廳做給客人，我當然也會選擇顏色比較討喜的，對吧？但我必須說，兩者味道做出來沒什麼差別。做法很簡單，加入等量的巴薩米克、醬油、蔓越莓乾，再一點糖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要進階一點，也可以加點新鮮的百里香或迷迭香，最後再加入等量的水上爐台，保持中小火煮滾就好了。這很容易燒焦，得小心一點。煮滾後會發現部分的蔓越莓乾開始膨脹起來，這樣子就可以關火了。繼續煮沒有太大的意義，目的是要讓蔓越莓乾吸收醬汁、浸潤、軟化，後面才可以打得更細緻。所以離火後大概放了10分鐘就可以打了。看吧，有加抗氧化劑的顏色就是這樣子，深紫色的，很漂亮。如果是無添加派的，就會是深咖啡色的，不怎麼討喜。我沒有貶低或吹捧，只是兩個動作過有直觀上的差異。但放心啦，味道都是一樣的。拿出你平常收集的瓶瓶罐罐，把蔓越莓醬裝起來，小心保存，不要交叉污染，至少可以保存1個月。除了平常可以拿來沾肉之外，也可以拿來調成油醋醬。想知道做法的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。煎松板肉的鍋子最好有蓋子，如果用我的珐琅鑄鐵生鍋，自然是沒問題，因為它本身就有附蓋子的。但是一般的平底鍋，包含我手上的神田，它是沒有蓋子的，所以在業界做法都是直接用派盤搞定。不要懷疑哦，有時候廚師的工作沒有你想的那麼精緻優雅。派盤很棒啊，往裡面丟就好了，不是嗎？我到現在是這麼做。熱鍋熱油，豬肉下來，這片肉的長度明顯超過鍋子的直徑了，但沒關係，煎完會縮水，問題不大。邊攪料順便煎一下，這是員工餐啊。下鍋後煎1分鐘翻面。第二面同樣煎1分鐘後關火，翻面，蓋上派盤，倒白酒進去，用低溫跟水汽把肉慢慢燜熟就好了。這邊用的是白葡萄酒，酒的酸度可以化解掉豬肉的油膩感。當然你用米酒甚至直接加水也是可以哦。大約4分鐘左右就好了。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它熟了呢？按壓肉的中心點，扎實有回彈就是熟了。那如果你連手感也不確定的話，沒關係，後面還有更保姆級的做法。肉起鍋放到砧板上，蓋上蓋子，再讓它靜置一下，這可以讓中心溫度降下來，切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噴汁。教你們怎麼安全的切薄片，準備一支叉子，用叉子壓着肉固定好，刀子斜斜貼着肉，前後滑動往下切，不要太快哦，平穩的把刀刃前後移動，就能輕鬆的把肉切斷了。那麼前面提到的對熟度掌控不熟悉的同學，如果切到一半發現，中間好像太深了或者太粉紅不敢吃的話，沒關係，
把鍋子裡剛剛剩下的油、水、湯汁或者酒重新加熱，乾掉的話沒關係，補水就好了。確實煮滾煮開，然後關火，再把肉丟進來，蓋上拍盤或鍋蓋，繼續燜大約1到2分鐘就可以了。雖然衛福部建議豬肉的中心溫度要在70度以上，但實務上我在餐廳做的最佳熟度，經過我實際測量，大約都是落在65到68度左右。有些人甚至做到63度哦。會帶點粉紅色是正常，不用擔心。豬肉也是帶有肌紅蛋白，只是沒有牛肉這麼多罷了。我這次為了示範怎麼做2次加熱才做這麼熟哦。剛剛第一版就已經很好吃了，但由於我的低溫控制的不錯，所以即使豬肉全白了也是蠻多汁的。重點是不要讓結締組織過度緊繃，還有肉汁不要流失太多就好。用叉子輔助切肉的好處是，你可以很安全的在保留手指的情況下切到最後一片哦。好啦，這樣就可以切得又薄又軟又 Q 彈了。學會這個切法以後，就可以去切沙威瑪了哦。好啦，充滿焦香味又兼具軟嫩度的松阪豬就完成了。原本粉紅色的肌紅蛋白因為氧化顏色會加深，這很正常哦，代表你的熟度剛剛好啊，又嫩又多汁。